小香肚。从前有一家人，他们有一头猪，这头猪已经肥得要爆开了，因此他们将猪宰杀了，分割后做成熏肉挂起来。到了春天的时候，熏肉都被吃光了，只剩下一个小香肚。这天，男主人一早去葡萄园拔草，家里剩下了他的夫人和3个女儿，他们准备为他做晚饭。夫人对大女儿说：“闺女，你去把阁楼上的小香肚拿下来，我们给你爸做顿好吃的。”大女儿来到阁楼上，刚要去拿小香肚的时候，小香肚开口说话了：“你要做什么？要吃我吗？我先吃掉你吧！”小香肚一下子将大女儿吞掉，随后说了一声：“好吃。”母亲不知道大女儿为什么还不拿小香肚下来，她就让二女儿去拿。二女儿也被吞了下去。母亲又让小女儿上去将小香肚拿下来，小女儿和2个姐姐一样，也被小香肚吞了下去。夫人觉得越来越不对劲，她心想：女儿们都去哪儿了？怎么上了阁楼后都不下来了呢？她决定自己上去看个究竟，然后将小香肚拿下来。看到小香肚的个头变大了好多，她高兴极了，立刻想去摘下它时，小香肚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要将我摘下来吗？我还是吃掉你吧！”他一口吞掉了夫人，随后说：“好吃。”家里再也没有人为男主人做晚饭了。他从农田回到家里时，家里没有任何人，炉子上没有晚饭，炉子也是冰凉的。一家之主到处寻找夫人和女儿们，也没有找到。当他确信没有晚餐吃了，他决定上小阁楼将小香肚拿下来吃。他来到阁楼上，想要将小香肚摘下来，就像其他家人遇到的那样。你要吃我吗？还是我先吃掉你吧？小香肚将一家之主也吞掉了，随后说：“好吃。”小香肚的体积变得更大了，拴它的绳子已经坚持不住了，它掉了下来。它从阁楼上滚了下来，滚到了门廊。因为房子建在山坡的高处，小香肚一直滚到了路边，碰到刚从工地里收工回来的人们，小香肚也将他们都吞进了肚子。滚到村边，他碰到了一群猪，于是将他们也都吞掉了。小香肚看到猪群后面还跟着一位猪倌，他手里拿着小刀，正切着肉吃呢。小香肚将他也吞掉了。可他手里拿着一把小刀，刀子将小香肚的肚皮划开了。就这样，
大家都从小香肚的肚子里爬了出来。如果小香肚的肚子没有被划开，那么我的故事肯定还会继续。